今天我才知道，原来找胶带头这么简单的，以后再也不用手抠了。学会了这个方法，太棒了！透明胶带头是不是很难寻找？那么是这个方法吧，特别的实用。在我们日常生活中、工作中，经常会用到透明的胶带。平时的时候，我们会修复纸张，或者是发我们的快递。寻找胶带的时候，很多人特别的苦恼，有时候都会用指甲去寻找，但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锋利的指甲。今天分享的方法很简单，找胶带头的第一个方法，我们可以找到一个铅笔，铅笔需要削好的，在我们的胶带上面轻轻的划一圈，可以顺时针的划上一圈，再逆时针的划一圈。在划圈的过程中，当感到有阻碍感的时候，意味着找到了胶带的一头。为确保找到胶带头，可以划几下，确认找到后，你会看到胶带上面留下的一些黑色的印记。我们轻轻的一撕，这个时候胶带就开了。这个方法也比较简单。那么为了避免我们下一次找胶带头的时候遇到困难，我们可以采取一些方法来使用，可以更加的快捷。你可以在用完胶带之后，把铅笔固定在胶带的附近，或者胶带的头可以折叠一下，这样我们下次再找胶带的时候，直接可以把胶带撕开，就可以找到了，无需要再费时费力去寻找。再分享一个徒手断胶带的技巧。平日里面我们使用胶带，如果胶带旁边没有工具去把胶带拉扯开，是不是都用手使劲的去拉扯？很多人都会用牙咬，其实用牙咬呢不卫生，用手拽呢手也会很痛，也不一定能打开。其实断胶带呢不需要借助任何的工具，方法也比较简单的。我们需要在胶带的使用过程中拉长一些，预留一个空间点，然后在胶带的地方折开一个三角，这个三角形折好，用手指按压，使重叠的部分牢牢的粘合在一起。接下来再把胶带翻过来，用大拇指按住，避免我们越扯越多，再把胶带的周围往后一扯，那么这个时候胶带会在我们刚刚折叠的地方断开。这个方法简单又快速，不需要任何的工具。如果下次需要剪胶带，又没有工具，就可以用这个方法的。找胶带头的第二个方法，很多朋友们都有这样的体会，胶带很粘的时候总麻烦，研究出来一些方法，我们可以使用胶带的头部，或者用剪刀把胶带的一小块剪掉，而且有常用的方法，用牙签帮助胶带找头。这几个方法牙签也很实用，找一根牙签过来，用牙签的这个尖部的地方，过程也很复杂，只需要把牙签的尖顶端对胶带的头部轻轻地撑开，这样令胶带头部翘起来，用手就能够轻轻地拿起胶带头。牙签用来找胶带头，你会发现轻松的找到了，而且手上如果没有很好的断胶带的方法，那么你该怎么去断胶带呢？我们可以用牙签断胶带，也是很方便的。在胶布上面轻轻的一划，这个时候胶布就会断开，而且牙签又很方便，比剪刀更安全。小朋友使用的时候也比较放心一些。用牙签找胶带头这个方法也很不错，大家可以试一试。在生活中常见的胶带，大部分人只用了1%功能去粘一些纸箱。其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，胶带在我们平时还有很多的生活小技巧可以使用。今天再给大家分享几招胶带的小妙用。一、扫地沾灰尘。这招是我从奶奶那里学到的，觉得让你大开眼界。天天扫地，经常会有头发、灰尘扫不干净，还有宠物的毛发，家里到处都是。其实
我们把透明胶带粘到扫把上面，这样一个扫把就变好了，能够变一个吸尘器，我们的毛发灰尘都能够粘在胶布上面。用完之后把胶布撕下来就可以，再也不用担心我们的头发缠绕在扫把上，也没有清洁的负担。我们同样的方式可以把扫把放到一些小的地方，或者是橱子下面，都能够清理垃圾。这个方法打扫卫生特别的好的，你一空试一试，保证你会爱上这个方法。2，我们清理床单。平日里每天睡的枕头、床单、被罩经常的换，但是还会有很多的头发或者是毛絮，清理起来相当的麻烦。此时胶带能够大显身手，我们把胶带全部拆开，确保胶带的地方朝下，接着像呼啦圈一样在我们床上面来回的滚动，那些脏东西、碎发、毛絮就能够轻松的被胶带带走。这样一来，枕头、床单就会焕然一新，床上面再也没有任何的头发了，也没有脏东西。3，透明胶带当做标签使用。平日里面家里的厨房调味品比较多，各种的瓶瓶罐罐经常分不清楚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用胶带作为一个标签，粘到调味瓶上面，用来分辨我们的物品。可以贴一些白糖或者是食盐，泡过之后贴好胶布，就能够把标签的位置像这样轻松的分辨出来是我们的白糖还是食盐，以后再也不用分不清楚了，担心。4，清洁细缝的卫生。平日里面我们家的推拉门、衣柜门时间长了，轨道的缝隙很脏，用普通的方法没有办法清理干净。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来一点胶布，操作很简单的，而且富有粘性，缠绕成一个清洁球，接着在缝隙的位置滚滚滚，可以把上面的污渍都带走。这胶带球上面吸附了很强的脏东西，棱棱角角都能够把脏东西吸附出来。清洗过后的推拉门缝隙特别的干净，可以使我们打扫卫生又方便了很多。5，可以收纳家里的钉子或者是微小的物品。很多人家里都会藏一些钉子、螺丝或者是一些小的工具，这个细小的东西容易乱放，不容易找到，也会容易生锈。我们可以把我们的钉子或者是小的物品放到胶布上面粘好，包裹起来就可以啦，这样它们不会接触到空气，避免生锈。放到柜子里面，用的时候一眼都能分辨出来哪个工具是哪个工具，用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。今天分享的找胶带头的方法，朋友们是不是都学会了？特别的简单的。如果朋友们需要的话，可以试试这几个方法哦，都是不错的。如果你有更好的找胶带头的方法，欢迎下方留言，我们一起讨论，分享给我们大家。谢谢您的支持，我们明天视频再见。